画是一门将文字、故事或思想以视觉化方式呈现的艺术，也是国际间竞争激烈的行业。邹俊生以国际参赛展开国际合作案，黄玉明在纽约则以插画家兼经纪人的身份行销作品，进入期刊市场。在跨领域时代，他们成为多重身份的艺术工作者，作品也将不再只是插画。在过去梵谷的年代，或许你讲能力，就是把画好的能力就结束了。可这年头自媒体这么发达年代，你必须要能够让这些东西被看到，才有机会创造机会。国际参赛这件事情，当你没有招，你没有背景，你是跟我一样喜欢宅在家里面，然后不会去social的。那我唯一能够创造机会的方式，就是参加比赛被人家看到。所以我是持续的好几年一直在参加比赛。那我作品又不是说会去 follow 说当代流行的语汇我就做什么，我是一直在做我自己喜欢的那一种很复古的，所以我画了很多，现在都画的那种很 Victoria 时代那种没有相机年代的那种插画。我喜欢的是稍微带一点点抽象，带一点点可以让你想象的空间的那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它会比较像是视觉艺术？绘本有跟英国还蛮喜欢的出版社在合作，这也算是一种目标达成。那跟他们出版就是一刷就是一卖就10几个国家了，你自己心里就会有一个认同感了。后面这2本英国的出版社出了这个，老实说真的很痛苦。它是科普类的书，它要照实画，它不能有想象的部分，什么都要画。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像去西班牙展览，老实说，我应该要多一些个人本身的创作，不是总是那些绘本的创作，因为我喜欢的还是很纯粹的。我今天想要做这个主题，然后我专心的去做这些。但是当你有员工要顾，你有案子要接的时候，你不可能专注做你自己，所以这个是很两难的2种现实跟理想的2面力气在拉来拉去。那去英国其实第1年也没有很理想啊。那军训练的时候，其实挫折就很多啊，因为很明显的老师并不欣赏我这个类别的，我太拘谨了，老师要的是很实验的，所以我一直 catch 不到老师要的东西。我被他骂我是个很 lazy 的人，怎么创作这么随便懒惰，所以我才狠心的花了1个月，花了3000多了，一直都处于自卑的状态啊。就我那英国同学，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就直接把我点破了，就是佩君，你干嘛那么在乎老师说什么？就我们没有独立思考，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你。那时候会有头背后前面画了那伦敦人的脸孔3000个，你才注意到，这辈子没有注意到背后，所以就画了背后之后，你才发现人好像会被制约。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日常所见，你却视而不见的东西。那头背后只是一个比喻，一个起始点。但后来我打脸他们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参加全英国的比赛，打斗比，然后荷兰 Output 全部都有得奖。那这时候你还会去质疑自己吗？其实就不会了。所以我从来就不会想要再去讨好任何人。我的教育就是被打骂的，所以我就想到，玩具枪其实本身在反映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处境，就是玩具枪不应该存在小孩子的世界。玩具枪它象征的不暴力的游戏，它也在教育你如何用暴力可以获取他的权利，所以就开始发展出一些人类行为上面奇怪矛盾的点，是我感兴趣的。例如说，我们一直在阐述和平。可是我们却一直都有军队，其实那不是真的和平。所以为什么
战争那东西就延展出小戏兵，本来是爱情故事，它变得是比较是针对战争议题。轨迹，后来很多旧时代曾经存在可是已经不见的东西。那我会走上这条路，真的是纯粹是因为我波隆纳国际插画的首奖，所以我就出了一本书，然后接着又有其他出版机会，我就顺势的这条路就变成一条路。对事情的讲究，我觉得这个精神应该是跟我爸应该会蛮像的，就是把事情做到位，做到极致。因为我看我家里做的东西的良率，应该是比别的工厂都还要高嘛，就是品质是好的。那我们家里环境其实也不是那么美好，你看我们这周遭就是郊区，半农业半工业。我完全跟家里人有点比较突兀吧，我还是有一个现实的线拉着我，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写实的家庭，让我不会太过天真过头。他随时会提醒我现实在这里。车啦，你看这车是细汉时的车，你应该会记得。这台有没有？景泰工业社。这是画我爸。以为这会画我。我都希望是他当一个老师就好了。结果他教了1年书，他说不教了，他又跑去英国再念硕士了。这是我高中、大学时期住的房间，一直住到出国之前，所以它完全的记录保留那个时候的模样。我觉得我还算是家庭感蛮重的人，所以我觉得伦敦就是远远的看，然后人回来，台湾当基地，用作品攻打出去。我现在还是有点支离破碎的在不同领域的去尝试去摸索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的兴趣涵盖的可能是街头艺术也好还是平面设计、老的物件。那时候做这整个案子的时候，刚好过去有看到一篇文章，有讲到说，蜜蜂如果消失的话，其实人类是没有办法存活的一个概念。所以乍看下，其实是一个漂亮的一幅画。实际上，它有传递一些信息给在场的每一位在享受美食的民众。所以像去年做了 Visual Taipei 的策展。会这样测是因为我喜欢台北巷弄的感觉，我喜欢在欧洲时走在街道上面就可以看到那些海报，很漂亮的海报就贴在墙壁上面，所以我要做一个展览，巷弄里就充满了这些艺术作品，就是这样子像逛街一样，那种很写意的，然后很吊诡、很前卫，我们全部都喜欢，它都可以有最极致的模样。有点在反映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在设计跟艺术中间有没有一种东西叫 in between， 所以我要把定义弄模糊，大家都要定义清楚。我不是，我是要定义模糊。回台湾，你就是一只小鱼，在一个小鱼缸，你会觉得自己是一条大鱼；但如果留在伦敦，就是在大鱼缸里面的小鱼，你会更能够包容更多，可以吸收更多。你也可以长得更大条。我是很认真的在把东西做到专业，我在试着是让世界看到，让国际认同，让英国人也觉得这是个好东西，还是说让西班牙人知道说这超屌的，在台湾有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这个我觉得比我们政府的那些金援外交来得厉害有效。不同于邹俊生已回台湾发展，在美国研究所专攻插画的黄玉明，毕业后决定留在纽约闯荡。他毛遂自荐，成为第一位为美国 NBA Hoop 年刊杂志画封面的台湾插画家。台湾只着重在童书和绘本，我会比较想要接触的是广告或者是电影市场。
美国其实为什么会这么富强？他们文化上这一块就是不放掉，像路边那种发的免费报纸，里面的插画师都是很厉害的。我在纽约其实就是自由工作者，那我也一边做经纪人，然后也做自由接案插画师。那这两者其实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我都必须要行销自己，然后也必须要行销我的经纪公司的插画师们。这个案子其实就是我去行销我自己，就等于说我寄发 email。奥运的时候，我就画一张美国梦幻队的，那他就非常喜欢我的创作。我现在的风格其实在国外叫做漫画式水墨风格。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要把人像做最纯粹的表现，然后我要结合一点就是我喜欢的水墨风格。当插画师最重要的是，你不能把这个当作兴趣，插画不是兴趣，把它当事业来经营。行销自己最基本就是印名片去场合里面发，再来就是寄明信片去给你可能会有工作的客户，然后再来就是寄 email。我最近画的刊物都是帮他们画封面，我没有局限，尽量就是让我作品给大家看到，就是我可以画很多东西，我不是只能画球员，我也可以画教育类的，我也可以画饮料或者是其他电影海报啊。那我希望可以进入这些市场。之前有挑战性，就是告示牌杂志，他叫我画一个很厉害的舞台剧叫《汉密尔顿》的相关报道，得过大概16次音乐大奖 Tony Awards。因为是音乐剧，所以艺术总监说想办法让这5个历史人物的感觉就是有音乐剧的感觉。那我就把它变成百老汇的传单。我希望我的作品是跟大家有互动，因为插画它就是跟大众沟通的一个媒介。在创作这张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看到有狮子被盗猎啊，然后有大象被盗猎，当下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一直去伤害这些动物？那我想要画一些比较让人家可以震撼到的。插画这一行呢，只有在顶尖的1%里面，你才会有工作。你在顶尖的1%里面的1%，你会有6位数的美金的收入。假设你是2%，你是没有这个工作。美国市场很竞争，因为他们只要最好的。我其实，在拿到我第一份工作之前，我其实被100多个艺术总监拒绝。Lost Stars， 那其实是当时我觉得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走插画这条路的时候去创作，因为一直吃闭门羹，你会怀疑自己的作品到底好不好。我常常会不知道方向，烦恼的时候，我就会变成一头雾水先生在去探索。我现在就是在冲刺，我想要进入这1%里面，然后去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去比赛，然后继续创作。在国际间得奖，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肯定，超越不同文化和超越不同美感，人家觉得你的东西是美的，这是有一个很大的意义。自己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就是不断的创作。邹俊生由插画出发，跨界到设计、视觉艺术，甚至策展。黄玉明则努力和各种国际媒体合作，对他们来说，插画不是唯一，却是开启各种道路的起始点。